大家好，歡迎收看大問題節目。本期要探討的大問題是：學歷真的能代表能力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投過簡歷啊？你投簡歷的時候啊，肯定看過這行字，比如985、211優先，比如名校優先，比如研究生優先，對吧？你要不是名校畢業的，找工作的時候呢，人家大廠 HR 連你的簡歷看都不看一眼。HR 打開100份簡歷，什麼都不看，先按學歷篩一遍，鼠標一點80分就沒了。但是被篩掉的那80個人，真的是能力更差嗎？這究竟是在篩能力呢，還是在篩出身呢？我們今天聊的高學歷啊，不單單是指研究生學歷比本科生學歷更高啊，更多是指呢，名校的學歷比起普通學校的學歷是含金量更高的学歷。但是問題就來了，比如同樣是读計算機專業啊，為什麼在名校讀計算機看起來就更能提升能力呢？為什麼同樣是畢業生，用人單位就更願意錄用名校生呢？到底是名校真的把人訓練成了能力更強的人，還是說他只是給人貼了個看起來更厲害的標籤而已呢？學歷真的能代表能力嗎？那為了探討清楚這個大問題，本期大問題節目將會出場3個派別。第一派是能力派，代表人物是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能力派認為學歷代表能力，名校學歷之所以含金量高，是因為它真能把人給練出來。第二派是信號派，代表人物是經濟學家邁克爾斯彭斯。信號派認為名校並不一定把人練強，它是篩選出能力更強的人。第三派是區隔派，代表人物是社會學家皮埃爾·波爾迪厄。區隔派認為看起來好像學歷是在篩能力，但其實篩的是資源與出身。那本期大問題節目呢，將會分別介紹這3個派別的看法，最終需要你來評一評哪個派別的看法更有道理。好，下面進入會議正片，首先有請能力派出場。我們今天說的能力啊，指的是一個人畢業以後工作的能力啊，更具體的說呢，就是為企業等用人單位創造價值的能力。你的能力越高，創造的價值就更多，那你的收入自然就更高。那在這種能力作為企業創造更多價值的語境下，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就提出過人力資本理論。這意思就是說啊，人們花錢讓自己接受教育啊，這不是一種消費啊，而是一種投資。投資是能帶來回報的呀，它就像企業投資機器、廠房會提升企業的生產力，從而帶來更高的企業收入一樣啊。同樣的呢，我們作為個人去上更好的學校啊，也就是去名校接受更好的教育，這就是對我們自身的投資，這當然會提升我們作為個體勞動者的生產力。那這是顯而易見的嘛。大家要知道啊，教育資源在各個高校之間不是平均分布的嘛。那些常春藤啊、985啊、211啊這些名校啊，就集中了更好的教育資源。他們有一流的師資、一流的場館、一流的設備、一流的國際交流環境等等等等啊。那相比於教育資源沒那麼好的普通學校，那名校當然就更能提升一個人的能力嘍。那企業當然就更願意聘用這些能力更強的名校畢業生，給他們支付更高的工資待遇，是因為能力更強的名校畢業生們給企業創造的價值也更高啊。名校相比於普通學校更能提升一個人的能力啊，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啊，那就是所謂的同儕效應 （peer effect）。大家知道啊，你考上名校以後，那個學習氛圍是不同的啊。名校生學習很卷的啊，而不單單是說考名校很卷哦，就是你考上名校以後，學習強度是很大的啊。因為你身邊同學個個都是既聰明又勤奮的孩子，大家無形之中都在互相影響，暗中較勁。那在這種學習氛圍的影響下，你不自覺的就会更加用功的學習，更加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但如果你要是上了個中專大專，那你很可能就是在宿舍打了3年遊戲後就畢業了。為什麼呢？因為你的同學們也都在宿舍打遊戲啊。哪怕就是你心裡面其實是想要好好學習的啊，比如說考個專升本什麼的，但在这種身邊同學都不好好學習的氛圍下，你真的是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難，才能調用起自己學習的動力啊。在名校上學，擺爛是需要調用鋼鐵般的意志的，而在排名低的學校，不擺爛是需要調用鋼鐵般的意志的。好，這個能力派的看法啊，其實並不難理解啊。教育作為一種對自身的投資啊，當然會提升個體勞動者的生產力，而名校有更好的教育資源，是一種對自身的更高質量的投資。所以呢，
這也就是大家為什麼爭着要去上名校的原因啊，那就是接受更好的教育，把自己培訓成能力更強的人。這也解釋了很多家庭出身並不富裕的人啊，通過自己的寒窗苦讀考上了名校，然後做出了重大貢獻啊，比如做成了大企業或者成了大科學家，從而實現了階层躍升。說到底，就是因為名校能夠培養人，能把一个普通人培養成一個能夠對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好，能力派的看法介紹完了，那這時候呢，即將登場的信號派這時候就要發出靈魂質疑了，就是如果上名校能夠培訓工作能力的話，那請問大學裡面幹嘛要教那麼多無法應用在實際工作中的沒用的知識呢？好，接下來有請以斯彭斯為代表的信號派登場。在信號派看來呀，能力派說名校更能提升一個人的工作能力，這就是典型的把名校當成職業培訓學校了。信號派認為啊，名校的教育啊，相比於普通學校的教育啊，並不會實質上更多提升一個人的工作能力。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我們來看啊，大學裡面教的很多東西其實是沒用的，根本不會在畢業後的工作中用上啊。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啊，就是我們上大學都要學高等數學，也就是微積分。你說你大學畢業以後用過高等數學嗎？你是用微積分來算房貸了，還是來算這個五險一金呢？對於很多從事非研發工作的人而言，初中以後的數學就用不到了。那我們在大學裡面學高等數學有什麼用呢？它提高我們什麼能力了呢？這高等數學只是其中一例了。我們在大學裡面學的大量的知識，其實都無助於我們畢業以後的工作。你說要像寫代碼這樣的工科的專業，還算教給了學生一些實用的技能啊。但是大學裡面有很多專業教的並不是這種硬技能啊，尤其是名校更不像一般的職業技術學校啊。越是頂級的名校，越會開設像哲學、藝術這種專業啊，教的都是在畢業後的工作和生活中無法應用的知識。你要說學了這些知識啊，是提高了我們的知識儲備，這還行啊。但你說它提升了你的工作能力啊，比如你從事互聯網運營的工作啊，你說我大學裡面學了德國古典哲學，我讀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以我更能帶動我運營的互聯網產品的用戶增長。你要是面試的時候說這話，你看 HR 會不會笑嘻了？更別說有很大一部分人大學裡面學的專業和他畢業後從事的工作根本就是專業不對口的，所以這名校的教育無法實質上提升一個人畢業後的工作能力。所以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企業要搞培訓，就是因為大學裡面學的東西是無法在企業中應用的。所以呢，年輕的員工要有實習期，要有經驗的領導作為師傅，帶着年輕員工一起工作。對吧？這個屏幕前的觀眾朋友都知道，我們很多實際工作的能力是在工作實踐中邊幹邊學出來的。關於名校並不能實質提升一個人的能力啊，經濟學家 Stacy Dale 以及 Alan Kruger 做過一項研究啊，來考察這麼一個問題啊，就是上名校是否會帶來更高的未來收入。這研究者通過大量的統計數據發現啊，就是一些成績優異的高中畢業生申請了名校啊，比如說像哈佛大學這樣的頂級名校啊，但是呢，因為一些機緣巧合的原因被拒絕了，轉而上了像東北大學這樣差一檔的學校啊。那麼他們10年後的收入水平，比起當年與他們成績差不多，但幸運的被哈佛這種頂級名校錄取了的學生，注意嘍，這兩撥人10年後的收入水平其實不相上下。那這項研究就充分說明了，頂級名校的受教育經歷比起普通學校，並沒有實質性的提升一個人能力啊，對吧？名校生和非名校生畢業多年後的收入水平差不多，這不就說明了名校學歷本身並不代表你有高能力嗎？好，說到這兒呢，你可能會疑問啊，那這個信號派意思是不是說學歷無用？這個信號派是不是在主張一種學歷無用論呢？是不是鼓勵用人單位在招聘應屆生的時候不用看學歷？985高校畢業的和雙非院校畢業的都一視同仁呢？答案是，並不是。讓我們回到剛剛說的 Dale 和 Kruger 做的那個名校生和非名校生的統計研究啊，這個研究啊，它並沒有否認，總體而言，名校畢業生的收入會高於普通學校的畢業生啊。根據美國教育部公布的數據啊，常春藤名校畢業生畢業10年後的年收入中位數超過7萬美元，而其他院校畢業生的年收入中位數為3.4萬美元。名校生的收入高於非名校生是沒問題的。但是呢， Dale 和 Kruger 做的這個研究選取的樣本啊，是本來成績都同樣優異的兩撥人啊，因為一些機緣巧合的原因，一波上了頂級名校，一波上了差一檔的學校，他們畢業後的收入差不多。注意哦，關鍵點是這兩撥人本來成績就差不多，都很優秀，
後來是否有頂級名校的教育經歷啊，並沒有明顯造成他們未來的能力和收入的差距。這項研究真正要表明的是，並不是名校的教育讓人變得優秀，而是這些人本來就足夠優秀，然後名校會把這些本來就優秀的人給篩選出來。所以呢，這就說回到大學的作用啊。大家要知道啊，我們的大學制度啊，它並不是一個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啊，而是個選拔機制，就是要通過設置層層的選拔，比如說通過層层的考試，來把本來就優秀的人、本來就能力高的人給篩選出來。名校並沒有培養人才，名校只是在收集人才。這就要說回到這一派別信號派之所以叫信號派的緣由了，就是我們上名校接受高等教育啊，其實最重要的作用啊，並不是實質上的接受了什麼能力培訓啊，最重要的作用是我們通過上名校獲得名校的學歷，從而向用人單位釋放了一個信號，這個信號間接的說明了我這個人能力不錯。這就是信號理論。這個信號理論是由加拿大裔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提出的。信號理論的前提背景是，就是企業等用人單位想要招聘到能力強的人才啊，那用人单位就要考察他要招聘的這些候選人啊，但是考察的成本太高了，对吧？我 HR 又不認識你，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做事靠不靠譜，不是通過簡單的面試啊，或者參加一個入職考試就能摸清楚的。很多時候啊，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啊，是要在工作個半年、1年以後才能測量出來的。但是這對企業的成本太高了，那麼招個人進来，半年、1年後才能決定要不要用他，成本太高了。所以呢，用人單位啊，就需要一些簡單明確的信號，這個信號大概率就能測出這個人是否是一個能力強的人。注意哦，這個信號要想有效的話，必須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釋放這個信號啊，對於高能力者成本很低，而對於低能力者成本很高。好，我們來看高學歷這個信號啊。那對於學習能力強、自律性高、抗壓性強的人來說，拿到高學歷這事兒啊，成本相對較低，也就是相對容易能拿到。而對於那些能力低的人啊，也就是学習能力弱又不願意努力勤奮的人來說，拿到高學歷就是成本極高的事情。那麼高學歷就能作為一種有效的信號，篩掉能力弱的人，而篩出能力強的人。所以呢，這就解釋了，雖然大學裡面教的很多知識對於一個人畢業後的工作沒有任何實際用處，並不能實質性的提升一個人的工作能力，但是名校學歷依然是一個篩選人才的有效信號。這就像什麼呢？這就像智商測驗啊，智商測驗考的那些題目啊，什麼數列填空啊，什麼圖案補全啊，什麼幾何體轉來轉去啊，這對我們的實際生活工作沒什麼用處。但是智商測驗真能測出我的智商啊，而智商是和我的工作能力高度正相關的。所以呢，看着我智商測驗的分數就可以推斷出我的工作能力，而名校学歷其實就相當於你智商測驗的成績。大家不要低估智商成績啊！就很多人總以為啊，智商高的人情商不一定高啊，然後有很多高分低能的人。然而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啊。多項統計研究發現啊，智商和情商往往是正相關關係啊。也就是說呢，一個智商高的人，往往情商也很高啊，更活潑開朗，更善解人意，甚至在體育方面的表現也更好啊。智商往往就是一個人綜合能力的體現。大家想啊，我們上學學的那些學科啊，其實都是在測試一個人的智商嘛。比如說數學就能直接體現一個人的智商啊。那哪怕是一些文科的啊，需要記憶和理解的學問啊，那也能體現一個人的智商啊。即便不說能夠直接反映智商啊，這提高學習成績是要花功夫、花精力的啊。你肯把一門学科學好，從而提升考試成績啊，這就說明這個孩子是個自律、專注、勤奮的孩子嘛。用心理學家愛用的大5人格模型來說啊，就說明這個孩子的盡責性比較高啊。這盡責性當然是一個人能力的體現啊。現在用人單位當然喜歡用盡責性高的人啊。這盡責性高的人比起盡責性低的人，當然更能為企業創造價值啊，對吧？你說你在學校裡面都能有心思把高等數學給學好了啊，都能把精神现象学這種不說人話的書給啃下來了。那你來咱們公司啊，現學個什麼互聯網運營策略，什麼產品模型，什麼銷售話術，那這還不是手拿把掐的事情嗎？此外呢，這個信號理論呢，也很好的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會出現學歷貶值啊，或者叫做學歷通貨膨脹的現象。就很多工作崗位啊，其實並不需要那麼高的學歷啊，但是學歷門檻呢，反而卻在不斷提高啊，從本科是標配到碩士是標配，然後博士們也捲進來了。為什麼學歷會越升越高呢？並不是因為工作變難的，而就是因為學歷最根本的作用就是釋放信號。
那當年考上個本科的人都不多的時候呢，你釋放出一個本科學歷的信號，用人單位就能看到你了。那現在大家都是本科畢業，大家都釋放出同質化的信號，那這個信號作為篩選人的機制就失效了嘛，所以學歷就貶值了嘛。所以要想進一步釋放有效信號，那就得卷嘛。普通學校的學歷不夠，得是名校，還得是碩士生、博士生，學歷就是這麼卷起來的嘛。歸根結底都是因為學歷本身並不意味着你受到多少能力培訓，學歷是作為篩選人的信號。好，介紹完信號派的看法，那這時候呢，即將登場的區隔派，這時候就要發出靈魂質疑了。就是，請問，名校學歷作為一種信號，篩選的是個人的能力嗎？並不是啊，名校學歷篩選的是階級。好，接下來有請區隔派登場。在這個區隔派登場之前啊，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息啊，就是我講的哲學課程100個哲學大概念開悟人生上線啦。這個課程用100講來講明白、講透西方哲學最經典的100個哲學概念或者命題，比如我思故我在、存在即合理、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這些哲學概念你真的理解了嗎？我會在這門課程裡面把這些重要的哲學概念給講明白。大家這裡可以暫停截圖我展示的這個課程表啊，看看這100個哲學命題有沒有你感興趣的。報名地址就在評論區的置頂鏈接那裡。你要是能從頭到尾看完這100講的哲學課，能讓你看透世界、理解人性、開悟人生。好，如果有其他問題就在後台私信問我吧。我們這裡趕緊回去繼續學歷問題的研討會。接下來有請區隔派登場。這能力派認為名校教育培養了一個人的能力，而信號派認為名校教育並沒有培養一個人的能力，而只是把有能力的人給篩選出來。縱使這個能力派和信號派的看法不同啊，但是他們都認為有名校高學歷的人有更高的能力，因此獲得了更高的收入。這區隔派呢承認有名校高學歷的人呢確實獲得了更高的收入，這是事實不假。但是區隔派不同意前兩派的地方在於，這些有高收入的人並非是因為有更高的能力，而只是一種人為區隔的後果。上一派信號派的看法是，學歷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能夠篩選出能力高的人。但是區隔派認為學歷這個信號篩選的並不是能力，篩選的是你出生的家庭財富狀況。大家想是誰更容易發出名校學歷這個信號呢？是那些本來就出生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啊。大家要知道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你想要上頂級名校，意味着你就要上重點高中，要上重點高中就意味着你要上重點初中，要上重點初中就意味着你要上重点小學，要上重點小學就意味着要上重点幼兒園。你從起跑線上就不能輸給別人。那誰是這些沒有輸在起跑線上的人呢？那當然是富人家的孩子啊。名校學歷篩選的是高收入家庭的孩子這種現象在美國表現得更為顯著我們要知道現在美國上常春藤名校不單單是拼考試成績而且要看你或者你家人認不認識大佬給你寫推薦信要看你有沒有參加一些只有富人才能玩得起的活動或者項目。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哈佛大學搞了一個 ALDC 錄取通道這個 ALDC 是4個首字母縮寫也就是 Athletes 運動員 Legacies 校友的子女 Dean's Interest List 院長感興趣的名單以及 Children of Faculty 教職工子女。這4類人呢，簡單說就是有錢人家的孩子。首先看運動員，這玩運動是特別燒錢的，這還不單單是像足球、籃球這種大眾運動哈佛大學特別喜歡招像賽艇、馬術、擊劍、壁球這種冷門項目這些冷門項目的訓練成本特別高因為它沒有成熟的市場，你只能自掏腰包去請教練、買裝備、找理療師等等那也只有富人家的孩子能燒錢玩得起這些冷门項目。然後我們看 Legacies 校友的子女這也是典型的財富內循環能上得了哈佛的人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富人家的孩子，然後有了名校學歷的富人家的孩子畢業以後繼續做富人。然後我們看 Dean's Interest List 院長感興趣的名單這也不用多說基本上就是給哈佛捐款的人家裡的孩子還有 Children of Faculty 教職工子女能在哈佛大學任教都是高知高收入的人，他們的孩子繼續上哈佛大家知道通過 ALDC 通道錄取的學生占比有多少嗎？根據 Peter Archidiakono 等學者的統計研究，發現通過 ALDC 通道錄取的學生占學生總人數的30%左右。尤其我們看其中一個數據就是在所有的白人學生裡邊，通過 ALDC 通道錄取的學生占比高達43%。
你們看 ALDC 錄取通道幾乎就是明目張膽的宣示，我們哈佛這種頂級名校就是偏愛招收有錢白人家庭的孩子。哈佛只是美國常春藤名校中的一例了，這其實是個普遍現象。一項由 Raj-Chelly 等學者在2017年收集的研究表明，在美國來自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的孩子進入常春藤名校的人數是來自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孩子的人數的77倍。另外，根據 Jack Kent Cooke 基金會的一項報告在美國最頂尖的名校中，僅有3%的學生來自家庭收入最低的25%的家庭而來自收入最高的25%的家庭的孩子，在這些頂尖名校中占比多少呢？占72%，有錢人占72%，窮人占3%，可想而知，上名校是一個有錢人玩的遊戲。其實這種現象在中國也開始越來越明顯了。就是我們有沒有發現最近這些年來考上清華北大的人裡邊，寒門子弟是越來越少了。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雲山等人統計了1978年到2005年這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现1978年到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30%，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到2005年，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10%到15%。那2005年以後有沒有更低，這就不知道了高收入家庭通過自己的家庭資源，保障自家的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後能夠考入名校，然後憑借名校學歷在畢業後依然獲得高收入。這就是一個高收入階層的財富內循環。高收入的人的孩子上名校，畢業以後繼續獲得高收入。你以為你在跟同齡人競爭，其實你在跟別人的父母競爭。那說到這裡呢，我們就需要提到法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皮埃爾·波爾迪厄提出的文化資本這個概念了。什麼是文化資本呢？文化資本是新時代用於階級區隔的標誌。這怎麼說呢？我們要知道傳統意義上階級區隔的標誌是什麼呢？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簡單說呢，也就是資本，就是錢。因此呢，根據有錢沒錢就區分出了上層的資產階級以及底層的无產階級。但是呢，隨着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到了現在，你拿有錢没錢來區分階級已經不那麼好使了。因為拿錢說事兒太直白了，不好看，不優雅，因而呢就不可信，對吧？人們就會質疑，那有錢就了不起但是階級還是需要區分的，尤其是上層的資產階級他們永遠都想要通過某種方式來區分我們和窮人不一樣，從而進一步鞏固現有的階級秩序。這種需求一直是有的。那麼既然拿錢說事兒不可信會遭遇到人們質疑有錢就了不起那這時候呢，為了讓人們繼續相信一種階級區隔的敘事，就不能拿錢說事兒了，就要拿文化說事兒了。我了不起呢，不是因為我有錢而是因為我有文化。那文化資本呢，就是那些看起来不是錢這種資本，卻能像資本一樣幫你獲得機會、認可和社會地位的文化資源。它常常以談吐、氣質、家教、品味、見識、認知當然也包括學歷、文憑這樣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文化資本平時不顯山不露水但是在升學、求職、社交、進入某個圈子這些關鍵節點，它會悄悄決定你能不能入圈，能不能被圈內人當作自己人。要知道這文化資本它带有一種隱蔽性和欺騙性。就是它明明是像錢一樣用於階級區隔的標誌就是我比你們更有錢，於是我就了不起。但是呢，它表面上卻是以我更優秀我更努力我更有能力的面貌示人的，讓人們看起來就很合理，就很合理讓人們看到有錢人家的孩子上了名校以後呢，不禁要誇讚一句不是因為他們家有錢就是因為這孩子真優秀，真有能力。而波爾迪厄要拆穿的正是這種假象，就是看上去名校学歷這種文化資本篩選出來的是純粹的能力，但其實篩選的是被包裝成能力的階層慣習。什麼叫階層慣習呢？就是你必須是從小在富裕家庭裡面耳濡目染才會培養出來的一種富人們才有的文化習慣。它不是努力的結果它也不是學習能力強就能學會的它就是長期在一個環境裡面耳濡目染而習得的產物。就比如為什麼富人家的孩子呢，在課堂上發言總是條理清晰，用詞得體知道什麼時候該收着什麼時候該拋出觀點顯得他既謙虛又很懂的樣子。
因為他從小在家裡面，家人們在飯桌上就習慣討論一些抽象的問題，他從小在飯桌上就被鼓勵表達觀點，從小就被耐心傾聽，從小就接觸更多的書籍、展覽、夏令營，從小就經常外出旅行，看過更大的世界。那這些富人家的孩子，於是就更容易在學校裡面顯得對什麼東西天然就會的感覺，而不是這種富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呢，他可能想法並不差，但表達零散，語氣生硬，就給人感覺說話總說不到點子上。那這時候呢，老師就會覺得前者更聰明更有能力。其實不僅是老師這麼會覺得啦，似乎全社會都會這麼覺得。最可怕的不是有錢人開掛，而是這套遊戲規則會把開掛包裝成優秀，把資源包裝成能力，然後整個社會對此都心安理得。之前這個能力派提到說上名校能培養人的能力因為其中有個同儕效應說是名校裡面都是好學生，學習氛圍好，所以呢也能帶動自己好好學習。那放到這裡，那區隔派會說，那你不咋說，這個所謂的同儕效應從這個孩子一出生起就有了呢？他的父母、他的鄰居、他的同樣是出身富人家庭的小夥伴們，以及他的家庭教師、他的健身教練等等等等，這些從小就環繞他左右的這些美好的人兒們，當然就讓這個孩子更容易培養出一種階層關係。那不是他考上名校，還能是誰呢？總之呢，在區隔派看來，名校學歷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篩選的並不是一個人的能力，而是一個人出身家庭的收入狀況。名校學歷是一種上層階級用於區隔中下層階級的文化資本，使得本來就是上層階級出身的人通過獲得這種文化資本，從而在畢業後繼續獲得高收入，從而進一步加固既有的階級秩序。好，介紹完區隔派的看法，接下來我們進入本期學歷與能力問題研討會的會議總結。本期大問題呢，我們探討了關於學歷的問題。學歷這種東西呢，既可能是能力訓練場，也可能是人才篩選器，也有可能是把既有優勢合理化的機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同時看到兩種並存的現象：一邊是讀書能改變命運，另一邊是讀書能把命運固定下來。它一方面給普通人一條上升的通道，另一方面也給既得優勢者一張體面的通行證。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父母都非常焦慮，花好多心力在教育上激娃。對於有些人來說，這是階層躍升的希望，而對於另有些人來說，這是不希望孩子過得不如自己。當然了，這為人父母的希望孩子成為人上人可以理解。但是呢，節目說到最後我們更多想探討的是，一個社會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分配機會？我們需不需要把自己的命運以及把對別人的評價壓縮到一紙文憑之上？當然我們也不想說學歷文憑一點都不重要的這種虛假的雞湯古今中外人們都比較看重學歷這也不是咱們小節目三兩句話就能扭轉的傳統就算不去卷學歷，那還會去卷其他的本次討論的目的也不是讓我們陷入學歷無用或者努力白費這樣的虛無恰恰相反，當我們看清這套系統有多複雜，我們就不會把所有的失敗都算到我能力不足之上，也不會把所有的成功都自動歸因成我就更值得之上。當我們有幸獲得了一個相對高的學歷以後或許這確實是因為我們足夠努力但我們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其中有哪些並不是出自於我們的自主選擇而應得的東西。我們並不就比學歷低的人更優越。正如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所言，每逢你要評判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世界上並非所有人都有你那樣的優越條件。相反，當我們沒有獲得相对較高的學歷的時候，我們也不應該妄自菲薄。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能力就不行，畢竟這裡面有很多不是能力能決定的東西。本期節目最後呢，分享3個視角看待學歷這個東西第一，作為個人呢，我們要考慮的是不要把學習等同於學歷。學歷文憑呢是一張票，但能力是我們的肌肉。我们可以追求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訓練，但別把被某張紙承認當成唯一的自我證明。第二，作為社會呢，我們當然需要考慮人才篩選機制，但我們要警惕篩選機制偷懶。一個社會如果只會用學歷來識人，本質上是在把識人的成本轉嫁給年輕人，那就是讓所有的年輕人用最貴的方式去證明自己的能力。第三呢，作為公民，我們要考慮的不是讓所有人都去卷同一張文憑，而是讓在教育選拔中不幸沒拿到那張文憑的人，也依然有體面的工作、可信的上升通道，以及
不被貶低的人生。好，關於本期大問題，我們已經分享了一些不同派別學者的看法了，歡迎你也同學者們一起參與到對本期大問題的討論之中。他們的看法發表完了，現在輪到你來發言了，請在視頻下方評論裡投出你的一票，並發表你的看法。